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一支他牌的风枪，看看它的 CP 值高不高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右手边这一支是牧田的风枪，之前影片有介绍过，大家也不陌生了。市面上牧田这个除了我这一支的40V 之外，也有18V 的几种。因为这一支风枪在市场上的反应都还蛮不错的，所以今天找到一支这个他牌的风枪，这是一支18伏的，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两支有什么区别。我在影片的结尾会告诉各位这一支风枪是多少钱，这样子各位就可以来比较一下，看看这一支他牌的风枪 CP 值高不高。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设计跟功能上有什么区别。在设计上，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它们两个长得基本上是一模一样。如果把这个 logo 跟那一边的这个贴纸拿掉之后呢，搞不好各位还分不出来哪一支是牧田的，哪一支是其他牌子的。当然，如果两支放在一起的话，可能就会比较好区别，因为毕竟做工还是有明显的差距。开关设计的部分，牧田这边有一个锁定扳机的开关，防止误触的。他牌的这一支它也有这样子的设计。再来我们看一下牧田这边，它有一个圆圈圈，也就是说你如果要长时间使用的话，可以把扳机按下去，按下这个圆钮，扳机就会一直被扣住，你就不用一直按着。但是他牌的这一支，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就没有这一颗圆钮的设计。如果你要长时间使用的话，你手就必须要一直按着扳机，这个也是我目前为止觉得最大的缺点。牧田这一支的扳机它是可以调速的，也就是你按一点点的时候，它会出小风。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牌的这一支，这一支它的扳机就是不能调速的，按下去就是开，放开就是关。而且它这个扳机它有一点紧，感觉需要压比较大力，而且要压到比较深的地方。我现在压到这个地方，它还是没有启动，一定要压到比较底的地方才会启动。握得比较久的时候，手指头稍微放松一点点，它就会停下来。这个也是我发现这个扳机比较不好用的地方。再来，牧田在这个底座的地方，它有设计一个按钮，可以调节4档的风速。另外这一支的话，它在底部它也有设计一个按钮，但是它不能调节风速，它的功能按下去是会显示电量。在这个部分的话，我个人是觉得风速调节是没有那么大的需要，因为经常吹尘的时候都是希望风力越大越好，除非你是拿这一支风枪拿来做一些3C 的电子产品，因为零件太小，所以你有可能不需要那么大的风量，不然会把这个电子零件给吹坏了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就说一下配件的部分。牧田的配件在前一个影片有介绍过，有需要的话可以去看上一个影片。他牌这一支，它附的配件跟牧田基本上是一模一样，我这边就不再做展示了。居然他们两个的配件还能通用，像这个吹嘴，我有贴一个白色的胶带，这个我就是为了怕分不清楚原厂还是副厂的，所以在副厂上面贴了一个白色胶带，这个没贴胶带就是原厂。我来更换一下给各位看一下，这样子原厂的拆下来，现在我再来把这个副厂的拆下来，装上这个原厂的吹嘴，它的安装方式也是一样的，完全是可以相容的。后面的设计基本上也都是一模一样，差别就是在于牧田它这个地方原厂附的是2块过滤棉。副厂的部分，它只附了1块黄色的过滤棉，原厂是1块黄色加1块黑色的，另外还有附一个 HEPA 的滤网。它这零件2台都可以通用，所以 HEPA 的滤网装到这个副厂的机器来也是可以用的。目前这支用的是无刷的马达，副厂这一支也打了一个无刷的标志，没有拆开看，不过希望它是真的用无刷的马达。至于风力的部分，个人是觉得这2支在体感上面没有很明显的差别。等一下也会拿这2支风枪拿来做一下吸棉被的测试，各位可以参考看看。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支他牌的风枪，一支是台币500块。基本上你买一支这个，你可以买8支这个他牌的风枪。
所以各位觉得这个 CP 值高不高呢？没关系，先不要做决定，等一下看完吸棉被的测试，各位再决定也不迟。我们先把风管接在风枪的尾部，风管的另外一头，我们先接上一个厨房的厨余袋，因为这个口很黏，如果不套这个厨余袋的话，等一下会很不好拔出来。然后把这个管子塞到这个口袋里面，这个要塞到里面一点，靠到棉被的地方。我们现在这支风枪是 Makita 的40伏 AS001G。吸起来这个效果感觉好像还不错。你看现在电这么扁，哇，很难拔。吸起来效果还不错。这边提醒一下，如果要吸的话，这个吹风的水最好把它拆下来。我们现在换成另外一支某牌的18伏的风枪。个人感觉它这个18伏的还是跟 Makita 那40伏的力量上面还是有点差。40伏的感觉是不是有比较有力？但是这18伏的还是可以胜任这个工作了。只不过它这个不能锁定这个扳机，都要一只手一直按住，这是挺麻烦的。影片制作不易啊，请各位大大帮忙按个赞，然后分享我的影片，下次见了喔。